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遵义汇川区沙湾镇的建设村，这里这个木房子非常漂亮，但是没有人居住。我带你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进房的这个入口都是用这个竹竿给拦起来的，是没有人居住的。这里的环境位置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院坝。都是长满了一些草啊，这边撒了一些菜啊，不知道哪里的人来撒的。然后前面这个房子呢，是一个以前的老学校，也是破旧不堪了。这边呢是公路，看一下这里的山形哈，非常非常漂亮。这个边上呢有一条小河沟，啊，这个房子呢比较陈旧了哈。但是看去还是很干净整洁的。这边这个呢是厢房，然后它这个房子呢是下面是7柱的房子，那么它整个进深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宽大的。我们再往这边走，这里环境非常漂亮啊。然后这里有写有字，对吧？另有安全住房，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它在外面的话是有住房的，就会写上这几个字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窗花，没有窗花哈，就是这种格子窗。门是紧锁的。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牌号。沙湾镇建设村三岔河组44号啊。那么这个房子的正前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房子都是空的，没有人住的。像那些房子啊，包括这个学校呢，都是不能住人了。但是这里交通还是可以的，因为公路就到这个位置嘛。然后这个房子是正3间7柱的一个房子，还是比较大。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下，这边呢是猪圈，看看啊，这个是牛圈，这里面还有牛粪。这外面这个2个小间呢是牛圈，然后这里面是猪圈啊，以前喂猪的。它这个猪圈呢也是有好几间猪圈。这个呢就是房子的后方，还堆有一些柴，这个是小的这个石磨。上面那个房子呢也是废弃的。这里撒一些菜呢，有可能是周边的人在这里撒的，或者说主人家他可能会回来撒一下吧。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的石磨，像这个磨呢就是以前农村用来磨粗粮的啊，也就是把那个玉米碾碎啊，那种哈，把粗粮把它碾碎。然后那边那个小磨呢，它就是细磨，也就是我们要做豆腐啊，或者说磨一些浆啊之类的，那就用那个。这2个都是猪圈。哇，这个边上还有一座古墓，看到没有？这边就是猪圈，然后这个边上呢有一座古墓。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古墓上呢又长了一根木材出来，这木材不知道多少年前就干掉了是吧？从古墓里面长出来的。你们看这个木材，我估计猜测这个古墓应该最少是几百年了。看一下这些石头的一个工艺，这个什么年代的墓呢？看得到字吗？永作嘉诚，几个字是永作嘉诚，然后凤舞什么？龙飞凤舞吗？
上面的字都看得不太清楚了。这个墨应该是最少有个几百年吧。这个边上呢就是古墨，然后这边呢就是猪圈，这边呢就是房子啊。这房子确实是非常的漂亮，阳光。这样的房子你们喜不喜欢呢？这一栋房子呢，它整个坐向呢也非常的阳光，整个山形也特别的漂亮。这里呢有山有水，公路呢也是走到这个房子门口，边上呢还有一条水沟。但是就是这个房子的边上呢有一座几百年前的古墓，边上也还有一个墓葬。像这样的地方，你们敢不敢来住呢？如果说免费的话，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毕节鹤岗县的安乐西乡，我顺着峡谷的一条河流开车进来之后，到达尽头，然后呢，有一个小支流呢往这里面来，竟然在这里面发现一个无人村啊！我们从航拍镜头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无人村。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啊！我准备进去看一下那些房子啊，好像都是石头砌的。看一下我的车呢，是开到这个位置呢就动不了了。然后这里面的环境真的非常漂亮哈，外边是一条大的河流，然后这里面呢又有非常大的一股溪流啊，这个水的话是特别的清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小溪流，这个水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澈，非常漂亮。然后这个上边呢就是一些石头砌的房子，还有包括这边呢也有好几栋的这个石头砌的房子。我们从这个航拍镜头中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人居住的。我们慢慢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风光非常漂亮啊。这个路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车来，我估计呢都是进山找一些东西的人过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值钱的东西啊。这个是茶叶，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苦丁茶啊，这个茶在夏天是非常好喝的。它这个房子下边这些土地里面全是这个苦丁茶，怎么没有采呢？感觉这里整个的村子非常的寂静啊，只有听到这个溪水的声音，然后再没有其他的声音。看去呢一片荒凉的感觉。然后看一下这个水啊，尤其是这股水流啊，真的是很清澈呀，应该是从那个山上峡谷的位置一个洞里面流出来的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就是一条路进去之后呢，就到尽头，然后没有人来打扰，背靠山，有水，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所以看到这样的地方我都会进来看一下。这里真的好多的苦丁茶呀，哇！这里超级多的苦丁茶，他们为什么不采去卖呢？如果把它弄干的话，是几十块钱一斤啊！我看这山上到处都是苦丁茶。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红砖来砌的房子。看一下这个石头房子做的是很牛叉的，你们看一下多高。看一下，从这个石头房子是从下面那儿一直砌上来的，
这个是3层的石头房子，这个石头房子做的有技术吧？老古董，看一下没有？看一下这些房子，全部是石头砌的。哇，都是没有人居住的房子。看一下，对面的房子呢，也全部都是石头砌的。这一栋房子最高，有3层楼高。然后这个边上呢，也是一栋石头房。感觉这里就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村落啊。这些水管还在弄着水。哦，蜘蛛网都有。看到没有？这些房子上全部写的生产用房，就是不在这里居住了，人都不在这里居住了。哇，这真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无人村庄，你们看一下漂亮不？全是这种石头砌的房子，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房子上面呢都写了生产用房几个字，就是没有人在这里居住的，可能是偶尔有些人回来，可能种一点菜呀，做一点土地啊，会回来一下子。看去呢都是一片荒山，特别美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住在这里应该会很爽哈。外面有一条大河，然后这里呢又有一条溪流，水源是完全不缺的。所以在这种地方，如果说养老养生的话，我觉得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一条河边，你们注意看我对面这个山上，这里竟然还居住有一户人家。这个位置呢，正好缩下来一个台阶儿。注意看啊，这个地方风水宝地啊。朋友们，从空中看了之后，你们觉得此地如何呢？欢迎点评啊！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深山里面的一条河边，看一下这个地方环境非常漂亮。现在是冬季哦，你看这么多的绿植。然后大家看一下，这里是有一条电线拉到对面这个山上去的，但是这个河道上呢，没有看到有路可以过去啊。我们用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我估计上面有人居住。
朋友们，神奇吧？这几户人家的房子竟然是建在这个山梁上的。你们有没有注意看，这一座大山下来，好像是一个大的动物一样。他们呢，正好骑在这个背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可惜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如果是大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山梁上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哈。正好是一个风口嘛，这样的地方环境真的是漂亮。可惜上面没有人居住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想上去玩一下呢。你叫来啊来哟，你谁嘛啥事的？我不知道是你到现在我陈阳没来来，来到我们农家是叫做石路山上面到，就打小人家的。我们要我说个看到的你到谁家？你没在那不是干什么？吃饭没得，老姜？吃饭没得呀？他看着我说你们吃饭没得？吃饭啊，吃了，人家吃不吃饭？不是，我问你们吃饭了没得？吃了。吃了哈。快来嘛，那我正在那吃。吃了。快来嘛，我这些菜都吃。我已经吃了。我但是正义呢，打来照相，那我说说，你照相呢，你看自然没得了，是人家不去照，上这个普通人呢家去照，你咋跟着我来？他说我走路没出汗，他出汗了。人家不是年轻人呀。在那个照给他什么？两个宝宝就是两个出汗，都出汗。来坐下谈话。对。行，你坐起哦。啊，我这有不正，我吃哪里？不正。他车正俺下掉，那我怕撞不到车。我说人家小车开起上去了，今年我坐进去是敢不是怕撞不到车？哎，怕撞不到车。撞车子只需要这个人老马子是吧？都是怕路上有车客就麻烦哦，错不到。是吧？我太监跟我不吃，老姜吃了，我已经吃饭了的。我在这还包着很。不客气，吃了的。你这是真的吗？整粗暴呀？我后面现在吃了。你弄这弄，你还弄得到弄去整？要我就是去看刚刚的，我要看刚刚有个主人也掏着的，等我这放了这看到。哎，就是人家我踢球是看到我说，早就大到看人家这样子看过去就。是喽，上桌上我就说，才刚刚些。这哪好事嘛？大过年早早上你听没？我好耍。但是正日嘞，我说是没常就会找到我们这路线来。找不到，条大路通卫星。都找得到。现在都是可以卫星图找得到的。从远的地方就找到。找。他下去照嘛，我说你照相对人家不照，到飞机里在空中照，我说只有人家不给照。那他我走吧，这是我帮人家的哈。有的，我家的。有哪个图我说？出去又多嘞，房子你要来起，你得起个名头。我说做你也干净的。相亲我几大箱。相亲了几大箱，这是我家树老婆婆。老爷辈儿是吧？他是老爷辈儿吗？老辈了嘛，老你一辈哈。有的喊来我喊新娘。新娘。你们这里要搬也是要搬的哈。他要搬的，我们这看着搬没，就把没有放在稍微我们这。搬不到，事情办不到。还得牙齿办不到，牙齿那个大星星都得搞成样。人家都搞不懂。但是都谈不清我们问题值得。我3年5年还10年8年。谁大了嘛？飞机的。就这个。这个翅膀一展开就可以飞到空中去。你要做，你让打开就飞到空中去了。结果他走了，你看老妈都吃平民干。非常的怕落下来，现在。落得下来。落得下来。
老娘走了。人家给你做了，我耶，走你家也天都黑了。我们那个。不去了，不去了，你也要走了噻。他们带着我去吃你。不吃，不我。好，你慢点哈。要得，拜拜。你们这个山上还有好多家人呢？是出门的。嗯。还有十多家。10多家。啊。哦。这路也是以前大家凑钱挖的是吧？哦，当然是了。啊，等于后来就是在下面要筑水库了，所以说又大家都这个就不硬化的哈。哦。啊，意思你们上面些人也是要全部要搬噻？这上面他都要搬离的。哦。是人家不这个让人家那个包我背下的。哦。我家是家里面孩子，我们是大方。我嗯。是大方的，我好给的。你在哪边的大哥？我是遵义的。遵义的。嗯。我来得远了。我来得远。我才跑起来这些山里面来耍，我在大方那有事。哦，这大方也是遵义的。哎，跑起来山里面来耍。嗯。啊，等于这上面都还有10多家。哦，俺家包我不行，10多家。但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在家里面哈。哦。但现在还有几户人在呀？只有几户人在这住，可能有20个人没了。有几个老爹老奶。就几个老人家哈。啊，老人家就在。今年会出去了。啊，你又专门去赶场买了一把刀？啊，买了把刀来。我是出去。过猪槽哈。嗯。你好大年纪的？86了。你86了？啊，我属牛的。我看不出来你86岁的嘞。啊，我属牛的了。那你现在还干活儿？啊，还得做的了。我看你还硬扎得很。啊，还得做的嘞。啊，你走到你的家的话还要走好远哈。我家就好点，还得2个小时这样走了。还整2个小时啊？啊。我家就好得远很，实在是穷的，我们就是石河铺、荷花、红星村，我们就是要。那你来买把刀，你不是要走30个小时啊？啊，是喽。啊，你还不如走那边走大方啊。哎，这大方人车就便宜点，这没车。就是啊，你还不如走大方啊，你走这走30个小时买把刀。我还以为你就在住在上面这几家。没有，这上面是廖家村，我们就是红星村石河铺。你买的是通路的噻？哦，通路的，我们的通路的。哦，那你不坐车去买呀？我们坐车要60块钱，像坐农家。20块钱？哦，这大方坐农家来60块钱。啊，你也可以坐车去买噻。可以坐的哦。嗯。你买把刀走30个小时，你不累啊？没事，这个的练刀就好了嘛。哦，这边练刀好。哦，要这个就好，大方的不好。哦。啊，你相当于你还要翻过上面要坐山喽。啊？还要翻过坐山喽。啊。好，翻到山去，我家山去。还这上去嘛，你得要照山呀。啊。我就上去照。你再照山，你们给你去顶图像哈。你还要走2个小时，我都陪不到你了。2把刀好钱嘛？30块。30块。看起是好。可能是它那个钢壳比较好。那你还喂的有猪那些哦？有嘞。都还喂的有猪？啊。他住的庄稼县住7升宝地。7升宝地那是好几亩地哦。啊，7升宝地才10多亩。10多亩地？哦。你一个人？啊。还要喂猪，还要种10多亩地，80多岁了。啊。你也太厉害了。好，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哦。还走路，一天还要走几个小时啊？啊。那没车了？
你叫你钱都没扯着。你身体好啊，真的身体好。你现在喊那很多年轻人，你喊他走一天走30个小时，他都走不动。走不到。好像你们那个，好像像你们那个天天在挖土啊，来整那些。走惯了。走惯了，走路没得事哈。走惯了。啊，这些都是种的，都是玉米哈。你种的吧，主要也是包谷哈。包谷些，豆子些。包谷豆子啊。那你种好了之后背啊，哪个来帮你背啊？自家背，没哪个背。你10多亩地，你自家背得到啊？自家背哦，自家背，自家扛，自家没来扛。你太强了。10多亩地的话，你不可能要好几千斤啊？有几千斤包的。对啊，几千斤包谷你一个人背。你做啥子要平点吧？平的，我们叫平的。没这陡哈。这冲的在陡上子，这冲上就陡的。平点的地方嘛都要好点。我们叫平的。你从这边去都还要走1个多小时啊？那我不去了，人家，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边看好算了。你要去了？我干脆不去了，我就在这边看一下。这是冲的嘛，这冲的人家快点去找，这人家不在，这多我背起在，没好样到快点去。要得，那我走到个包包一点。哇，这个牛好大。这个黄牛才好看。这个多我背起在人家头，人家就人家去找家伙。找一下。人家没弄，人家快点去找。你会姓呢，人家？我姓纪。李木子李哈。等于你还要翻过前面座山。好山按过山的，得去叫人家头。你走到家了哈吧？天都快黑了。黑不到。黑不到哈。黑不到，就3两个。山里天天走的，这身体真的好。你是我看出来身体真的好。你人家说的，这上去是冲冲的。你去找家伙。要得。你呀就走这边过去嘞。我家就在方向是南坡，那可是大马路路。你马上就要走那种小路嘞。然后翻过这个山，你家在山上面呢？在那边山。我们这是杨长镇，我们是大方镇。这里杨长镇。你那边是大方镇。我们是大方，大方镇嘞。这是杨长。大家看，奶奶85岁了，我都还不如她走路厉害。真的健步如飞的感觉。这里是一包人家户，你就继续往前走了。这人家户。继续走。你走。都是老人家些在外头，你看。都在我老人家后头喽。这一堆啊？说的对家姓赵。这一堆就他们两个老人来。这堆在两个老人。年轻人都走了。你还没出汗。没出汗。是啊。你要去住他们就住你嘞。你叫来。来哟，谁把他死的？我回来说，你到现在我。你还住哪个啊，人家？你还住哪个？我哪呀？你在休息。休息？你走哪去了哇？走哪去了呀？赶场嘛。赶场啊？你住在这里了？你一个人住在上面吗？我就坐在上面。不是，你要有几个人呢？这不是我个人啊，那个前年也去做工去了。路边看到一个大爷
他去赶集回来，然后他说还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到家，从这个山这里走过去。我也想跟他一起走上去看一下他从这里走过去，然后再从这个峡谷走上去。这里是往上拉的电线。我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房子，他不会是住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吧？这些土地都是你做的吗？你还做那么多土地啊？哎呦，就是那共产党你那个可以出了嘛？你分了好多啊10多吗？10多亩啊？还可以。啊，这个房子就是你住的是吧？啊。正好得干儿是吧？嗯。这些土地都是大爷自己做的。这边是放的哪个嘛？这边是放的哪个？堆草草小龙。这边堆草草哈。中间的堆草草。啊，等于就拿这个砖来，弄的一杆儿哈。你这儿还安有监控啊？可以。好好。他们这个监控的意思就是怕你，不舒服是吧？他认为有人了，那监控的要了。哦，你好大年纪呢？7、80岁了。80岁了。嗯。你几个小孩呢？啊？几个小孩呢？我家啊，我家一下子6个，4个女娃，1个男。哦，是你自己要在这里住？哦。可跟他们住起好一点。哎，没意思。那有了几十岁，有了上婚干嘛，他会逃下来，他就逃不下来。这是个人做到自力更生，个人做到自力更生，耍钱就算钱。应该呢，他成为教导师，放寒少时，他会晓得，他会脱不下来。你自己煮饭吃？啊，自己煮饭吃。啊，监控意思，你家小孩儿给你安的？应该监控。哦，那他还是注意你的安危的嘛，因为怕还是担心嘛，7、80岁的。是啊。他有两个事的话，他随时都看得到了嘛。看得到。哦，你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点土地，然后种点土去了。自己够生活就行。哦，自己安排生活。但他们拿钱给你免？钱每一年每次300年没拿的了。也要拿点钱哈。反正喊你去你也不去。我感觉待不下去。待不下去哈。待不下去。啊，你去过没得呢？去过。去过的。可我做2天没就转了。做2天就遭不住啊？做不习惯，搞地方住就来做。你以前的房子应该不是在这边是吧？是在这边吗？搞上面在这条上面不是有房子的？你在这都有房子啊？有啊。哦。那下去修了咋整啊？你也不掐点住？那他们把房子修来在这里面，你啷个不掐点住啊？没嘛是做的。还不是做？这事情不就活人搁上面做，有活人搁上面做，我们搁这多余些。你这个还好点，最起码你在这儿做土地可以住来这点。对。不做土地的又住在寨子里面去。那你这个还挺好。做活人搁这做的把这吃了，不做活了不在搁上面做。对，还挺好的。好像是搁国家就做不习惯，那就再不习惯。家里搁这做惯了。还是家里习惯哈。也是做不习惯。搁这做就本来空气好的。这一空气又好。这空气比国家去漂亮。那是。但都在我们贵州啊，哪儿的空气都好，贵阳也好。反正相对来说还是农村的空气好的。
空气好了。你像大花园老年这些，他走路都抽拐棍，他不有空气，违反空气。你那早晨要咋是起早，其实那空气又没，那没还在空气，咋从走路坐到那活路了，做怪。哎，你让他在山里面来做活儿，他真做不了。就是他做活了，你成天给他出去挖到那要出去挖，是脚沾地气了嘛？是脚不沾地气，坐起船就把他坐到那活路了。你这个观点还是对的。再干点活路，沾点地气。沾地气。你不但是几十岁了，人家7年的家不就待了个把星期，所以脚都会走路都会飘就去。就是说。那我走了，老人家走了。没做好了嘛？不做了，我下去还走底下。那我走了哈。好。你慢慢走了。好。我跟你们说，山里面的老人呢，大多数都是不太愿意去城市的。就像这个老人家80岁了，自己在这里种了4、5亩地，然后他这个房子呢，也是他儿子跟他弄在这里的，因为他老是在这里来做土地嘛。老是爬来爬去的不方便，寨子在山上，那就在这里做一个房子呢，就方便他在这里来做土地临时居住。如果不干活的时候呢，他又回到山顶寨子上去。其实你看，像这样的老人，他就是宁愿住在山里面，他不愿意去跟子女待在这个城市哈。用他的话说，就是住在这里，空气又好，又接地气，是吧？还能干活，挺好的。那你搬到城里面去的话，说实话，你有个伤风感冒，他们也不知道，对吧？因为年轻的都在这个上班嘛，所以他讲这个也有道理的。然后他的这个房子边上呢，也是他儿子跟他装了一个摄像头，所以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自己也能及时的发现，我觉得挺好的。老人喜欢在山里住，你就应该让他在山里，不能就是一定要求他到城里面去住，我觉得是不太好的哈。朋友们，如果说你的父母年纪大了，自己一定要住在山里面，你们会强烈要求他去城里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大家来看一下，它这个4合院呢，有大概200多个平方。这里呢是一个院坝，然后过来看一下，中间呢就是天井，两边呢都是房子，3边是房子，然后这边呢就是进这个4合院的一个大门。那么公路呢也通到了家门口。再看一下牛栏猪圈，这里的猪圈是有3间，所以呢，你在这里可以养猪啊、养牛啊都可以。后边这些呢是菜园，这边还有牛圈吧。这边也是猪圈。这里是修好的2间厕所，所以在他这里你可以喂个10来头猪都没有问题啊，因为有2边的猪圈，相当于6间猪圈，每一间你可以喂2个、3个，所以整体的这个硬件设施基本上都是做得很好，然后卫生条件也非常非常好。这个房子呢10来个、20个人住都完全没有问题。你这个房子里面总的有好多间房子啊？总的有设计，可能有13、14间吧。有13、14间房子，13、14间房子基本上住个10几个人都没得问题的。没得问题。我们进他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呀，这个里面挺干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外面这个房子全部都有这个阳台的，而且可以出来，
站在这个阳台上，非常舒服。然后它也挂了很多的蜂箱，也可以在这里养蜜蜂。所以这里能够利用起来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这边就是2排猪圈，这个是厕所、洗澡的地方，就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弄好的。自己改造的话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就可以把这里改造很好。这是睡觉的房间，这个呢叫做谷仓啊，以前呢可以用来这个装粮食的。这房间里面也非常非常干净了，这个吊脚楼里面，这里是主人回来偶尔住一下的。你看还有衣柜是吧？哇，都有房间。这就是外面的这一栋房子，里面呢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整个四合院和那边的猪圈呢都带给大家看了哈，然后讲歌的意思呢也讲得很清楚了。我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里有几种的模式。第一种呢就是养生养老或者夏季避暑的人呢可以来住他这个房子，因为他说的这个价格呢也不贵，对吧？第二种呢就是你来这里发展这个产业，它有700多亩的荒山，有20多亩的这个方竹经济林嘛，然后还有20-30亩的这个土地，所以发展产业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水源也不缺，是吧？有山有水，然后公路呢也是通到家门口，虽然说路窄一点吧，大概有10多公里的4米宽的一个路。那么这个地方的交通条件呢跟大家讲一下，离这个汇川区沙湾镇呢是大概20公里，离这个板桥镇呢也是差不多20公里。其实用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它这个地方房子流转30多万，我觉得是便宜的。为什么呢？因为房子有3栋，对吧？3栋的话大概占地是200多平米，然后有6间的猪圈。你比如说你要养猪的话，你随便可以养10几头，猪圈都不用建了，就所有东西都建好了。而且我到他这个房间里面去转了一圈之后，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都有啊，比如说床全部都给你装好了，然后每间屋子都打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你们可以想一下哈，一年养个10几头猪的话，其实也可以卖不少钱，对不对？然后它周边的这些土地，你可以去种植一点菜啊、这个草啊等等啊，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开始他说要转让呢，我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只适合那种就是要做产业的人，但是我来看了他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一家人想住在农村来发展，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因为靠他周围的这个资源，包括他的那些牛栏猪圈，其实你都可以创造这个经济的收入，坐在这里一年，收入个10来万，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做点养殖，然后它的这个山上的经济林方竹每年也可以就是收成个几万块钱，只要喜欢这个地方，只要愿意干，我觉得都完全没有问题啊。几十万买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划算的。冬天在这里晒一下太阳也是挺舒服的。好了，朋友们，这里的整体情况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你们喜欢这样的四合院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也可以私信我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的建设村。
在这个地方啊，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四合院，相信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呢，都是记忆犹新啊。然后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四合院的主人呢联系到我，他准备把他的四合院还有700多亩的荒山、20多亩的土地呢一并流转出来，这个可能价格是不便宜的哈。然后因为有很多朋友喜欢嘛，所以呢，我也来这里来跟大家再次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主人家他想如何流转出来，这个费用大概是什么样子啊？跟大家了解一下，再把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包括交通条件，还有整体离镇上的一个路程啊等等，都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呢，自己可以来跟着主人家进行联系哈。现在呢，我们就到他那里去看一下，他已经在家里面等我们了，走吧。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是处在一个峡谷地带哈，公路呢也是通到了家门口。这个周边这些房子呢，其实都是没有人居住的，所有的房子都是破旧不堪，只有它的那个四合院的房子呢会非常非常漂亮，因为它一直都是在经常回来打理它的这个四合院，所以这个整片呢就他一家还在这里偶尔回来一下，其他的房子呢都是没有人居住的。所以如果喜欢清静的朋友，或者说要搞一点什么产业发展的，这个地方就会非常非常好。上面那里呢就是四合院的地方。这里就是四合院，大家看一下，特别漂亮。这就是主人长哥。哎，长哥，你说的你这个准备整体转让，你是哪个想法呀？我没想在这个地方安家了，总的看好点得到几个钱，差不多太卖了，得到以租代卖。欢迎那种就是有钱的那种养老啊。如果是短租也可以，3-5年那种。如果是他要种土地啊，一些10-20亩也有也可以。3年地他要啷个利也可以。你家总有好多亩啊？我家有20多30亩吧。土地。有的话，3年有7-8万。像你们家3年那么多，有7-8万亩啊？那你这个房子后面这山基本上都是你的哦。后边那个房有500多亩，整片都是。你一个人呢？对那些。那你这个房子，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讲的有你哥哥的一份了嘛？是现在你全部都只能做主吗？我能做主的来的。你这边不是有方段的吗？你像你的邻居里面有大概好多亩是方段的？20亩吧。都有20亩方段。那你20亩方段的话，一年能够产生好多的经济效益啊？你统计过没啦？如果我个人管理好的话，可能整个7-8万。就是那点20亩方段是才来7-8万也没问题。主要是这个房子，可以进行长期转变它了，永久性的更好。那你大概心中有个价位点？些地方干哈？顶多就是按杂本算。杂本那个意思？城头一般普通那个房子，杂一半，只能杂一半。这个房子这些地方也不可能是很高哈。可能17-8万，顶多就是那个价格。17-8。哎，那你这个不少平方，你那200多个平方哎。你就200多块地方。就是我说别人来转了你要了你这个房子的话，这样他可以用下你的3年来起不来？3年完全可以，只能是合乎国家政策哈，不要乱砍了。一般都不可以。还要啷个管理的越好越好。所以你是想，意思说长期
把这个房子拿出来了嘛，就是自己不回来住了嘛。我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没有打算来那个，原本想大概要走4、3年安家啊。你是哪个老虎啥边的吗？我老婆是。我因为那边前几年我已经买了一块地，只是房子因为确定起，没有那个想法。我在这儿呢，这养老这些可以，但是我们年轻人家里边带到了也恼火哈。小孩子上学，交通了就不便。你这个房子其实很多人喜欢，可能他们城里面的人哈，你今天讲了这个话之后啊，我觉得很多人会愿意来看一下。因为城里面的人他其实也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这租房子来改造啊，搞那些搞了之后啊，主人家又反悔啊，啷个。有你这种想法，如果说我会长期留在那儿，他们就长期留在我就不存在有哪样反悔了嘛。对对对。他就是只要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他啷个倒槽跟我都没关系的。对对对。其实像城里面人呢，他也不会说给你大动干戈的打造，他也是稍微整一下，然后就是这些避暑啊、休闲一下。然后他可能这个夏天呐，带起自家娃儿啦这些在这儿来是吧？避暑就是这个用途，他们也是。你这里就是有几种方向，一个就是这种喜欢养老宿的，另一种呢就是他要发展产业的也可以，两种人都可以。那发展产业嘛就可以，你几百亩的荒场他都可以立起来了嘛。如果他自己养老养生嘛，他就没得必要，他就只要你的房子就行。所以是两种方案都可以，就看到时候有人喜欢了，看你和他们两个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贵州毕节的大方县。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是在大方县的深山密林之中，这里的海拔呢在1600米以上。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冬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当地的一位熊师傅跟我们一起进入这个高山密林之中呢，去挖宝。挖什么呢？就是挖各种各样的中药材。可能我们要翻山越岭才能够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东西啊。今天呢，主要是要去寻找天麻和黄金，但是天麻呢，可能现在不是那么好找，因为这个没有出苗。那黄金呢，应该是能找得到的。大家就跟我们一起到这个山上去体验一下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样的路往山上爬，到山顶去采这个黄金和天麻。前面呢就是我们的熊师傅，慢慢的跑吧，到山顶去，走吧。这个啥？哦，这就是黄金啦。哦，这是黄金了，这个给这，你看找到偏了。挖噻。哎，肯定挖。我负责挖的是给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熊师傅，现在这里已经找到一颗黄金了。哎，那个苗呢？你看这个苗得是了，这个苗。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黄金的苗。我就说是这容易找看了不好找啊，是不是啊？哦，看了嘛，都看不到叶子的哈。纸的我看不到。我们看一下挖开是什么样子。再晚几天的话，这个苗都看不到了。看到没有？得找点口过的呢。好小一个。小啊，这些。这地窝有几两可能哈。啊，只有几两。你这要把每年都抠这些东西，要抠不少哦。哎，我没抠。你只晓得哪些地方有哈？我只晓得哪个地方有，我不抠它的。这个大的。有个大的。哎呦，这个就好了，这个就好了。
这个要长好几年的嘞。哎，是一年只整季了嘛？今年只整橘子的，明年就得整橘子。这是怎么整了？这个黄金就是长了好几年了。大家看一下这个黄金就漂亮啊！你这个会挖嘞啊！你看我们挖就挖不到。你看你一根就清洁清那么远。哎，我们不清这远你会找得到啊。看一下今天运气非常不错哈，来第一窝呢就差不多弄了有1斤左右。这个黄金大吧？这个黄金长了最少5年了，不虚此行，就是怕找不到。刚进山一会儿就找到了，可以，我们继续找，看今天能找到多少啊？这个也像，哪个？这个，那就是猪肉草，挖上去那个根哈，跟血一样的，根是跟血一样的啊。这不行，我挖过。你挖来看噻。啊，这个根就是跟血一样的。哦，人家不懂的就是锯藤。不晓得就是锯，你看到哈，这个是上面平面，你不信你睁开看哈，你看跟血一样的，是不是？这是个平面嘛。如果生根地巴都去了，它在杆子上弄。但是跟这石头上，这个就是血藤的是吃补了。这都是吃补了。这个我们小孩我都吃，我拿这个跟着天麻泡。天麻泡来最好了。这个泡来是红的，所以这个吃补跟着天麻一补，更见效快了。也是大补的药材啊，这是大补的药材。你们这个山上有好多种中药材啊？是我们山上中药材最多的了。最多？你不管哪样炒都是中药材，是看是治哪去。你看这个山上有杜脚莲了，这是红锦了，6个花是水南药面，还有这个五粮青啊，多种多样的都有的这山上。天麻青也有噻？天麻有啊，只是现在找不到哈。哎，现在少，这很少找到，都找人家挖找完去了。哎，人家都挖完了，基本上。在我们这都是的，你不管都是一批草，都是药，看你是拿去做哪种。对。你如果是晓得们都是药，不晓得都是草，是不是？这里又找到一颗黄金，这一颗应该还可以吧？是不是？这种只是不晓得跟哪屋子看一下，不好找。所以说是，但是我妹妹是叫从土城这里跑出来哈，从哪他们晓得哪的生意啊？你如果不晓得的，你叫他一天到就出去挖到去，他都挖不到哈。所以必须要有经验了嘛，你也是晓得哪个地方长得有。我们这就是从专门也南阳的进了去，南阳的是药。是哦，就是你每天到山里面转的话，可能都要赚些药材，都要卖点钱哈。我都不得时间，我现在只好的哈，又带婶婶，又喂牛，带几个婶婶就在想给转到这些。是。我一天的是，把你驴仔出去放牛就算了，你别晓得是要去找好大钱。还有这上面个枣是有大的没得？只有这根子多有。到底上去。你也快到山顶了噻。山顶还早得很喽。你上面就是2杠噻，这上面有2杠噻。还得改口的梁子。我们到梁子2的。我们到梁子顺梁子走哈。顺梁子过去噻。对，把我们马路下那边就走噻。轻轻挂到你只是看到走了。你这里看到了。现在一转你指头，一伸你指头来了。还是小。第次我前年子都有人挖来，一到春天来挖的人就有了。它是春天才开始挖吗？
但是要把这个秋天来挖，秋天那要得有苗就来挖了嘛。得就苗了嘛，还得看得到嘛。这个就是那是在看山的看了，看山的看了，你得看不好看了。这种又是落枝在长的。哦，落枝是长的了。应该是去年才长出来的哈。前年长的了。前年长的了。哦，你看，这去年。哦，这一届这届你看先长这届，这届长了，长子的，只得长文子的。这几年子长的才是长的。那不是一年都要长好多。因为这个东西又跟独角莲一样，独角莲杆子能够长的嘛。是。对。走吧，这上面这。这里又找到一个好东西，这个叫哪个？兰花。兰花。这兰花你看，我把它挖出来。你可以拿给那个花瓶再叫。兰花。哦，一开花来香的很了。兰花。看上的植物人的这不是几年人，几年人到的头就走了。对。这兰花也是好的一个兰花。哎，这个兰花是好的了。反正我们看到那个就挖到那个噻，挖好水了嘛。你看这个兰花，那给这个花瓶的了，好看。这个花瓶的不太好看嘞。一到春天，它一开花来，你抬个屋头，满屋香了，香得很啊！香得很了。你看这个都是属于兰草，兰花草啊。这是啷个东西啊？啷之细心。这个是啷之细心啊，就稍微有点细心了。哦，这是这个又不是那个大啷子了哈，我口里看。这个有。这个能治妇科病。这个。这个都是吃这个给吃叶，啷个细心呢叫？啷鸡细心。啷鸡啊，这都是这个也是一种好药了，专门吃啊。看得到吗？这个他们当地话叫啷鸡细心，我不知道这个学名叫啥。说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治妇科病的，就是叶子和根一块吃，看到吧？这个药材也少了，跟挖是差不多了。这个不懂的真的看不到，就是看到这里一小棵草，然后就拿出来。看那个叶子的不是这样啊。我们要爬龙山林哦。现在在山梁上。啊。这个锯吃的呗？这个吃不得，这个是烂叶。我们从山脚爬到这个山梁上来了，差不多爬了1个多小时。也爬了好远了嘞，好多几里路了。爬了几里路嘞，还要继续往这个山梁上一直往前走，绕一个山，然后再下去。继续走还得远嘞，爬到山顶上，可能还要走2个小时才走出去哦。啊，要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啊？啊，要1个多小时。慢慢的走呗。慢慢的喽，爬累喽。你都不累，我都累喽。朋友们看一下，我们在山上转了有3个多小时，就挖到这些东西。然后呢，黄金呢大概挖了1、2斤，但是最好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挖到的，特别难哈。想在这个山里挖药材也，好多药材都基本上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肚子也饿了，我们准备下山了啊。这地方是倒苗了，不好看了。山上一看啊，找也不好找。现在我们下山可能还要1个多小时，走吧，我们慢慢就下山了。走。今天把熊老师搞辛苦了。哎，大家都辛苦了。走，你走就行了。好了，我们现在就下山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方县雨冲乡的白果组，这里有一大片的千年古银杏树，可惜我们来的太晚了，已经叶子都掉得差不多了。大家看一下中间这一棵树呢，就是他们当地称之为银杏神树，非常非常的大。看一下，那么据说呢有1400多年的历史，这里这些树呢基本上都是上千年。这一棵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若干年前呢自燃了，看一下。之前呢这棵树的下边呢是有一个就是他们供奉的一个食神吧，然后现在呢是移到对面去了。每到这个银杏树长叶子的时候，还有就是秋天的时候都非常非常漂亮。可惜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来得太晚啊，树上的叶子呢都差不多掉光了。让家你买的是什么嘛？我说药材。那个油菜吗？你常言一痔疮，一肚子老药干痛，叫石莲花。哦，叫石莲花，它是山上找的哦。那个木片林的口。哦，哎，这几棵银杏树好多年的？不晓得，原来我们家专家去来鉴定，它1400多年。1400多年，中间棵大的哈。中间棵神树。中间棵是神树。就是1400多年了嘛。嗯。边上也有4、5棵啊。边边这一砖倒是慢慢长起来。哎呦，我们来迟了，叶都落差不多了。落都落完了，前天的就对了，前晚上一棵树都是落杀过了。哎，我看啊，那棵树好像遭烧了哈，是他自己烧的吗？神树，他讲的我们都不晓得，我就想到那边呗。到烧出来了，这种要供这个，要供这棵。哦，2棵遭烧来了，供的这棵。2棵烧出来了，他要供这棵。他可是自己燃起来的是吧？哦，我们不晓得了，有些摊是盐加白果树，有些摊羊加白果树，实际是哪家都不晓得。大多就是他更新的。他更新的？啊，更新的，前身反正是我们老人些传说的是，咱们记得都是这里发的。哦。我这不是老这里哈，意思都是。我反正到现在嘛都是大家的了。好像是分土地下放了分3年什么的，都是不分给拿过来。哦。那洗牌也没这种价在洗。好多钱吗？10块钱。便宜的吗？便宜的。有一棵1400多年的古银杏树啊，人家说许愿挺灵的，我也要许2个愿。就拿这个垃圾给绑在上面就行了，是吧？那这些穿的起年龄，是你的心意。我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汇川区沙湾镇建设村的三岔河组。今天呢，带着一群小伙伴啊，来到了上面三岔河组那个位置啊，找了一家农户家呢，吃了一顿天麻鸡。然后正好呢，我之前在这个河边呢，拍摄了一独户人家，侯大爷他们家就是这里，他们家是住在河边的。然后以前他还养有鱼。还是1年多前在这里拍摄过视频，然后我们刚刚在这个上面这里吃饭的时候呢，侯大爷也上去了，
我们在那交流了一会儿，然后他还跟我说他现在都成为一位网红了，所以我单独的下来跟他聊一聊天哈，看看他这里现在是一个啥情况，特别好玩的一个大爷，心态也特别好。看一下，就在这个公路边，这个是他们家的2层小楼木房子。他这个房子漂亮不？你们看一下，这一条河流往下流，这边的风景特别漂亮。然后侯大爷呢，他一家呢就住在这里，好像就是他和阿姨住在这里吧，年轻人都在外面。我跟你们说，我到这个建设村这里来拍摄视频不下于20次了。我就是特别喜欢这里的风景，然后它又在高山，然后呢又有河流，这地方的海拔都1000多米，但是它有河流，所以说这种地方就是网友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对吧？真的非常漂亮。侯大爷不知道在不在家哈，我们过去跟他聊一聊天。哎，吃饭没来老娘？我就走你这说呀，侯大爷啊，又跑了是不是？哈哈哈。他好神儿很呐！吃啥米了吗？吃了，我们来高地整饭车，来整饭车，他都晓得。哦，高地整饭车。喊他们杀了鸡来的。哦。咋这样？哇，今天太阳晒得不得了。真的要得。安逸得很。要坐。坐。要喝茶杯？不要，不渴。你上班没有做人了？上班没有做人了？我们又可以吹哈噻，你看我这个都可以录像的，我这个都可以录像啊。你都是网红的，你不懂。网红吹的，哈哈哈！你看你相信不？我看到的了，你9000多粉丝嘛，肯定不吵了。你不是有9000多粉丝啊？有多少多？我刚刚你了，我看你了吧？歪了，你要个记性。你老师还是玩这个了？看下子，你看下子。侯大爷在3个月前才开始玩短视频，现在都1万粉丝了。我一个视频的是50几万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侯大爷这里的整体环境啊。这个边上就是一条河流，然后看一下上面的石笋山，非常漂亮。它这里就是2层的这个木房子，非常漂亮。怪不得侯大爷他精神抖擞啊，70多岁了，看着像50、60岁一样。你看，整天过得多开心，在这么好的环境这里。然后自己呢还玩这个短视频。你抄的本本是不是？我有把那个改两句。哎，你改了录哪个？我个拿来改两句给他的。你看，你还把笔记都记好的。你们看侯大爷这个，他是自己记的笔记，也就是写的段子，然后呢就写好之后呢就自己开始拍摄，而且他拍视频你们看一下，他是全部都是把这个笔记记好之后，然后再去拍的，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写文案。70多岁了啊，你70几年？73年哈。你特别励志的，73了还要赶紧玩短视频。这是现学的，没搞过。谁啊？就是现学啊。我一个作品，他给我考的，他让我在这3节都把我卖出去的。就是一个作品，你录完了给你卡几不等发，然后你又把它变成3段，变成3节就把它卖出去的，就在这把骂的。很多人年纪轻轻不努力，看看我们的侯大爷，70多岁了，3个月前才去买手机来开始玩短视频，人家现在都有1万的粉丝，而且写了这么多东西来拍段子。你看看我们有几个人做得到？我都发现我自己都自愧不如。我拍摄视频基本上都不去做提前的筹备，你看他每一个都是事先写好，然后熟练了之后呢再去把短视频拍出来，真的太励志了。70多岁了，可能
还学了这么多东西，这个又是哪个段子？呀，这个你跟这个他没有跟我唱过。嗯。当年大爷，我们中国大哥大呀，有了你大，着了火了，成都修呀嘛，共产党呢，建了几呀人马哇，有了马卡适合年龄做呀的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有了伟大周而中啊你啊。大家跟着我一起啊！我们到这个走好天马的第100米了，在道路上。我们先唱一首《我们走在道路上》。大家好，现在我们在大方的这边的山上，这里呢有一大片的人，外地人啊，到这里来这个山上体验采挖天马。我现在呢，这任务呢就是跟他们拍视频、拍照啊。当我做好示范了，你们采挖啊。丈夫干在哪里啊？现在我们下面赵总跟大家介绍怎么挖，我挖出示范，他指点啊。你看一下他们看到天马都很惊讶，是不是？啊，站好了哈！你们现在这里你是第1位，下来，你再来吧，来。哦，那个照相嘛，照相嘛，有啥？这个不是往的呀？哇，好进来了。哎呦，这整在哪里？我感觉像挖城市一样的，嘎。我在下面就说了。真的我把它整好，把它边上切个，把它别起，你们看看。那种纹路把它切看。这我可以，好多个，我们10下就满是20个。这么好嘿！哎呦，这我好，知道哈是吧？有好多个。看看这里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单位上的，然后到这里来呢，每个人自己挖的天马呢，就是自己拿走啊。我带你们来看一下这个天马怎么样。你看一下这个挺大个的，都是自己挖来自己拿走。你挖了多少了？我挖了10斤了。这些都是你的是吧？对。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里这么多人，都是自己挖一窝，自己拿走。我们看一下谁挖的最好啊？你们谁挖的最大个了？那边。那边的哪里？看一下。我觉得这一笼已经挖的差不多。哇，这里这个好，这个好。对，可以，好大个的。不挖了。可惜喽。这一窝有10多斤吧，10多斤，这么大个的。这个就是种植的精彩。你看他们所有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干过农活的，然后今天到这里来采挖天马呢，自己挖的自己拿走，其实也体验了这个农村的活，挺不容易的，是吧？现在太阳都出来了，然后一个个里都干得汗水都流出来了。如果大家也喜欢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呢，可以自己来这里采挖啊，采挖之后呢，多少天马自己拿走就可以了。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羊蹄洞。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一个瀑布是从半悬崖的洞中出来的？这个洞呢，就叫做羊蹄洞。那么具体的地址呢，是在贵阳新郑市安宁乡。导航羊蹄洞呢，就能到达我们山上的一个村庄的位置。
从那个位置步行大概半个小时，走这样的羊肠小道呢，就可以到达这个谷底，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和漂亮啊！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多花大田黄金是如何种植的。我们先去挖一点黄金出来。再干了明年子就到。明年这个这个个长很多。这一片黄金呢是才种植2年，你看一下这个苗，都比我还高。然后呢，特别可惜啊，挖出来，所以呢，只挖了2、3窝，跟大家做一下这个试种啊，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种植的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一株有这么多，感觉一下应该是2斤多一点。它自然面积的好啊，团转好，只要你营养好，它跟得上的嘛。我这土这个好在有点细。你这儿土质不是很好，我都做的，好点的话可能还好的。哎，这个切烂球，没得事。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这几块黄金呢都已经切好了。那我手上拿的呢，这个呢是带芽头的，这个呢是没有带芽头的。大家收到种子切好之后，有芽头的要挑出来种在一片，没有芽头的呢另外挑出来种在一片。这样呢，你在出苗的时候呢，它就是整齐的。如果你混淆着种呢，有些出来了，有些没有出来，所以就不好看哈。因为有芽头的呢，基本上要早出来2、3个月的时间，那个苗要。那么我们切开的这个断面口呢，要进行消毒啊。通常我们都是用这个草木灰，就是把这个断面口呢，在这个草木灰里面抹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没有草木灰呢，就买多菌灵来加水，把它泡一下，再拿出来晾干，再去种植就可以了。我们种子切好之后，就来土里面把这个沟掏好。这个是新60啊，专门拿来杀虫用的，1亩地的使用量呢，大概是4到5公斤啊。大家反正就按照1亩地4到5公斤的这个用量，然后撒在这个沟槽里边就可以。我就做演示一下就好了，没有那么精确的。然后就是再撒一点复合肥，这个复合肥呢，1亩地大概是用40斤左右。然后用这个农家肥，然后再用农家肥，农家肥1亩地的用量呢是6000斤，对吧？大概用5、6千斤。如果你是用有机肥呢，可能就是400、500斤就够了啊。
农家肥撒进来之后呢，把它弄平了，弄平之后呢，就往里面放种子。大概这个种子的株距呢，40、50都可以。哦，对。你看我们现在种植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个芽头，有芽头的呢放在一起种植。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把两边的篱笆给它垒过来就可以。我还是想干活人的噻，农村都干得。干活人厉害哟，我这。你外面稍微要勤劳点，我看啊，我在庙里看也，特别平整那些，就是点点那个石块块整得粗了一悠悠的，超重一点。平整也最勤快。到这一步呢，我们这个黄金、块金的种植呢，就算完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种植方式呢有非常多，不止这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垒单钩的方式来种植。还有呢，你可以用宽窄行的方式啊，就是一钩上面呢种2排，然后呢再把边上的行距呢留得宽一点，这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把有机肥撒在土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1亩地的有机肥呢大概用500斤，均匀的撒到1亩地里面，然后把土翻均匀。同样是垒这种宽窄行的方式呢来种植，但是呢那种就必须要盖薄膜。为什么有机肥均匀撒到土里面的这种种植方式需要盖薄膜呢？因为它的草会长得非常非常的旺盛，肥料呢是均匀在土里面的，所以呢要盖上薄膜呢，防止其他的草长出来。而且种植好之后呢，也要经常去管理。薄膜盖好之后，再从上面插孔下去进行种植，种植方式跟这个一样，那样种植出来呢，它出苗的这个整齐度会高一点。种植好之后，后期苗长出来了，如果发现有叶斑病、炭疽病的，我们就去买多菌灵来使用。杀菌的呢有非常多啊，只是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用多菌灵。你们也可以看看其他的杀菌的这种农药。如果出现根腐病呢，就要去买秀特来兑水往下面淋。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在收获的前1、2个月，各种各样的农药都不能再使用了哈。本期黄金种植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呢，欢迎大家随时和我沟通，以及在评论区留言交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拍摄了多花黄金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个1亩地的产量呢3年可以达到上万斤。很多朋友呢比较怀疑哈，特别是一些经常种植黄金和完全不懂种子的朋友呢就有点吐槽。为什么吐槽呢？经常种植黄金的人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做到过这么高的产量，没有搞过农业的人呢，他们只是看一个笑话，对吧？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剖析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个黄金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和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我都有拍摄过视频。那么视频的一个情况呢，我相信长期关注的粉丝朋友呢，你们应该都了解的是吧？那么实际上所有的视频呢，都在很详细的跟大家阐述郑老师这么多年来的这个不断的去比对和测试的一个成果啊，并没有任何吹嘘的成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去年用秤称过，对吧？随便找了一块黄金呢，也有3斤多。那么其他的呢，一般来说都是2斤多呀，3斤多的其实挺多的。那么还有前2天发布的视频呢，在郑老师的房子边上给大家看到了非常大的一株黄金，对不对？有6、7根的这个苗，有大概3米高的这么一个苗高。而且我们刨开呢这个下边呢，它的这个块根的这个粗度呢，应该是跟大多数女生的这个手腕是差不多粗的，只会粗不会小。这一株黄金呢，实际上就是郑老师精心培育了3年，确切来说还不到3年的时间，那么长了这么一大株。他当时呢就种了一块下去。那么我们看前几天的视频呢，大家应该看得到，这一株黄金挖出来呢，最少也有10多斤，对不对？郑老师呢当时跟我说的就是1亩地呢，通过3年的培育呢，达到上万斤的产量是没有问题。那么我认为他讲这个话呢，也并没有吹嘘。为什么啊？我现在跟大家讲一讲。
那我们1亩地呢，大概是种植2000到3000株，也就是按照3斤来算的话，你也可以达到上万斤的这么一个产量，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观察了这个郑老师种植黄金的这个土地的土壤，以及它这里的海拔呢，我认为并不是最优的种植黄金的地段，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因为它这个种子呢是从山上野生的拿回来进行移植种植的，也没有进行任何科技的一个干预，自然的将这个野生的搬到家里面来种植，然后产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如果说选择到最优的海拔以及最优的土质，再加上这个科学技术的一些干预的话，我相信不要说上万斤，甚至达到15000呢，1亩地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你不管郑老师的这个房子边上这一株它是怎么培育的，最起码它就是种了一块下去，能够达到现在20斤左右的一个产量，这个就是明摆着在那里的，对不对？它还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的干预。那么我为什么现在要跟你们说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在观察它这个黄金的这么一个周期，1年的时间，对不对？我是看着它变成这样的，包括我们在2月份就是为了做这个种植视频给大家看，去种植的那一片现在都是长满了这个苗出来，对不对？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是吧？我自己呢是亲自的参与了这一系列流程，所以说这一株黄金我不能说它现在是目前最好的，但是最起码在我了解的所有的黄金里面来说，包括有很多种植黄金10多年20年的人呢，他们也都是有这个感觉从来没有见过能够这么生长的黄金产量会有这么高的一个黄金。这是很多种植的同行朋友跟我讲的这个事情，不然我也不敢说在这里来跟大家信口开河的乱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讲这颗黄金的一个产业？因为我通过1年多的观察，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又不希望一些唯利是图的农业公司呢把它进行垄断，所以呢我才跟郑老师说，应该要更多的去发展散户，让更多的人去参与种植。因为1亩黄金真的能够做到亩产1万斤的话，那你想一下1亩地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之多。我们中国呢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呢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所以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呢，这个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呢也会是重中之重。那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产业做好了可以带动老百姓致富，在乡村振兴里面呢也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成绩。第二一个呢，能够更多的去参与到全民健康的这个大潮中去。我相信这个产业的发展呢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希望呢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呢都能从这个产业中呢得到一些利益，也能够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呢共同致富，对吧？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我并没有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说我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拍视频跟大家讲呢？对不对？我现在跟郑老师哪怕是一起卖一点种子给你们，我没有挣得了多少钱呢。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呢，不管是什么东西，你们要理性对待。即使我跟你们讲了，你们自己心中也要有杆秤，对吧？不是说我讲的就是对的，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很多东西呢眼见为实，而且呢很多朋友跟我讲他们想试种一点，我从来都不会劝你们说你们要种30亩50亩，对吧？都是让你们拿个几十斤呢100-200斤呢去试一下你那个地方适不适合，之后再谈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做农业本身就是这样，试错的成本非常非常的巨大。也不希望大家呢我现在有点钱立马就去种多少多少，万一你搞不成功呢，是不是又亏了？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做农业都是亏钱，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的试错成本太大，你经过1次失败2次失败之后，你基本上就干不成了。所以说呢，我在这里呢也要奉劝大家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调查清楚之后再行动。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应该这个事情呢也跟大家说的比较清楚了吧。如果你们是真的想发展呢，一定还是要实地来考察一下呢为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贵州毕节市的大方县
现在身处于一片森林之中哈。我身后这些柴呢，就是用来种植天麻的。你们看到我身后这些所有的山上面呢，全部都是种植的天麻。大方的天麻呢，因为种植在森林之中哈，天麻树的含量非常高，所以又有中国天麻看贵州，贵州天麻看大方之说。那么大方天麻呢，在明代开始啊，就进贡皇室，至今呢也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方这边的整个这些山本啊，它都是这种大丘陵的这个状况，也就是山脚到山顶的这个高差呢，大概都是100-200米。那么我们的天麻呢，就非常适合在1600到1800的这个海拔去生长。那我们看到这些所有山的这个山脚下呢，差不多就是1600。还有就是大方这边呢，可以说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啊。整个全年的平均气温呢，只有11.8度，一整年的无霜期呢有257天，然后整年的这个雾天呢，大概有160天左右，差不多有一半的天气呢都是云雾笼罩在这个山上边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气候以及地理位置环境呢，造就了大方的独特的这个气候，特别适合天麻的种植。所以就有我们开头讲的，为什么大方的天麻称为中国天麻之乡呢？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地理环境优势所决定的。那么这些柴呢，就是用来种植天麻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大多数呢都是这个青冈柴。那我种植天麻的时候呢，就是用青冈柴加上灭环菌，出菌丝之后呢，然后再跟天麻一块种。那么为什么说天麻是要种植在林下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整个森林之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些树叶，对吧？秋季的时候就变黄，还有下边的一些杂草，这个叶子落下来之后呢，就会腐烂，腐烂完了呢，包括我们种植天麻的这些林子里面呢，它的泥色呢都是偏黑色的，而这种颜色呢，它就是那种一些叶子，包括一些杂草腐烂之后呢，夹在土地里面啊，出现了这么一种土质。所以说呢，它的天麻种植呢，完全是仿野生状态下种植。大家知道我们的野生天麻也是生长在这个林中，对吧？那么现在的这种种植方式呢，整体来说都是仿野生的种植方式。我知道外省有非常多的一些地方，它就直接种植在土里面。那种在土里面，你肯定是没有种植在森林之中好，因为整个森林之中它的这个土壤完全是不一样的，它的有机矿物质各方面的营养都要比这个纯土地上要好得多。所以这也就是说大方天麻为什么好，为什么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方天麻呢，在2008年呢就被评为了中国天麻之乡，同年10月份呢被国家质检总局呢授予了国家地理标识产品的称号。很多人也想知道天麻到底是怎么种的，下面呢就跟大家简单讲一讲用天麻块茎来做无性繁殖的栽培方法。用这种方法呢，繁殖周期短，见效快，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前提是需要提前8个月左右购买灭环菌的菌种，并把菌材和菌种放在一起，让菌材长满灭环菌菌丝。一般菌材呢，选用阔叶树的木材作为菌材。种植天麻的土壤应选择透气性强的沙砾土和沙质土壤或腐殖土。土壤的 pH 值呢5到6为宜，切忌虫查。天麻对于土壤湿度要求较高，一般常年要保持50%以上的湿度，但是呢，过于潮湿也不利于天麻的生长。生产上多选择中小白麻作为播种材料，重量呢在 2.5 到20克之间。用于播种的天麻应储藏在凉爽的地方。播种时，种麻靠近菌材摆放，用种量呢平均每平方米约40到50个米麻和白麻种。建议呢用林带有性杂交天麻种植栽培效果最好。每年的10月至来年5月呢为种植期。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天麻种植技术相对比较复杂，决定成败的因素有很多。建议大家如果想试种天麻呢，
尽量还是要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